小小的人拖着一个大包袱，哼哧哼哧地顶着大雪往前走。芈月仔仔走到山坡上一间守山人的破屋前，扯着嗓子喊道：“你好，我想问个路。”薄薄的木门从里面拉开，一个汉子探出头来。谁啊？你好，我在这里。汉子听见声音低头望去，却见一个刚到他大腿的小奶娃扛着一个比他还高的麻袋，半个人都埋在雪里了，却依旧甜甜地笑着看他。哎呦，我的亲娘！谁家的孩子这么大雪搁外头跑啊？哎呀！汉子吓了一跳，急忙将他从雪地里提溜出来。明月被架着嘎吱窝，觉得有点痒。你叔叔，请问金陵怎么走？什么？汉子以为自己听错了，这里可是五里坡，距离金陵还有近100里地呀。金陵，我要去找我爹爹，他快要数了。明月认真地看着他，举着手艰难地掰算了一番。还有2天，我爹爹就要数了。如果我不去救爹爹，爹爹又要历劫失败了。算上这一世，我的爹爹已经历劫200年了。老严说了，爹爹已经失败了2次，再不回去，地府都要乱套了。你是说你爹爹要死了？可这里往西还要走100里才到金陵啊？往西？西是哪个西呀？明月歪着小脑袋，没分清楚东南西北。哦，那边。你要自己去啊？叔叔，快放我下来吧，我可以的。汉子将他放下来，便看见他转头拆开麻袋，撅着屁股不知道在找些什么。你是小道士？我不是啊，我是冥王仔仔呀。叔叔，今晚此时无论谁来都不要开门哦，一直举着它，等过了天明，你就能长命100岁了。真累。我谢谢你啊。不客气，我要走啦。等等，你这样会冻死在路上的。等明日有人来换着守山，我带你走吧。不行啊，我爹爹要数啦。明月头也没回，继续拖着麻袋往西走。没走几步，他又不放心地吼了一句：“叔叔，明天守山的人今晚就会来，记得别开门。”汉子有些奇怪地挠了挠头，看着手上的黄符，不由得一顿。等等，这方圆10里了无人烟，他从哪里来的？一阵寒风吹过，汉子打了个冷战，再抬头，哪儿还有什么奶娃娃，只在雪地上留下长长的拖拽痕迹。汉子后背发凉，急忙关上门，嘴里念着阿弥陀佛，走到火堆旁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夜幕降临，大雪似乎没有减缓的迹象。门外传来的敲门声把汉子吓了一跳。老七，是我，开门。大牛，这么大雪，你怎么现在来换更？老七觉得奇怪，却没有多想，刚起来准备去开门，手上动作一顿，鬼使神差的想起今日那孩子说的话，手不自觉地摸上口袋的黄符。不要开门4个字在他耳边反复响起，敲门声越来越急促，像催命符一般，咚咚咚，敲得他心头发慌，手心发烫，让他瞬间清醒过来。只见黄符突然发着，瞬间化成了灰烬。开门！门外的声音变成凄厉的惨叫声，诡异的让人头皮发麻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老七顾不上烫手，双手合十，就黄符灰放在胸前，念叨着阿弥陀佛，一直念到天亮。外面没了动静，他也不敢出去，一直到太阳从窗缝透进来，他才颤颤巍巍地打开门。昨晚风雪太大，
整个山头都埋在皑皑白雪之中，哪有什么大牛，半个人影都没看见。没等来大牛换班，老七只好自己回去。谁曾想，刚到村口，便听见哭喊声：“大牛，你走了，可是我们娘俩怎么过呀？”老七这才知道大牛居然死了，他匆忙上前，家人看见他安然无恙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昨天下午，大牛打算去提更，没想到大雪埋了山崖，当场就摔下去了。昨天下午？哎，是啊，昨天下午就抬回来了，当场就没命了。昨天下午就死了？那昨天晚上那个敲门的人，不，那个东西是什么呀？如果没有那个小道长给的黄符，躺在这里的恐怕就不止大牛了。哼，你是谁？这人太没有礼貌了！哼，本公主可是玄镜公主，你这个小贱民竟敢直视本公主！来人，给本公主打！公主，这不过是个孩子。放肆！狗东西，竟敢忤逆本公主！小公主恼火的大喊一声，从马车里取出马鞭，然后便拎着裙摆走出来，一鞭子抽在侍卫脸上。就一下，侍卫俊朗的脸上顿时被打出血痕。明月仔仔愣怔片刻，麻溜地从地上爬起来。小公主不解气，还想再抽一下，不曾想这一下鞭子却被明月仔仔抓住了。你放肆！放开本公主的鞭子！他试图将鞭子抽回来，可鞭子却被明月仔仔死死握住。明月仔仔一手叉腰，一手握着他的鞭子，小小的身体挡在侍卫面前。小姑娘，这位是皇室唯一的公主，千万不能伤了她呀。你是公主，那我是什么？老严说了，他爹爹的人间身份是皇帝的胞弟，他这个身份是目前皇室唯一的子嗣。所以这个是冒牌货。对，冒牌货，快窃行！明月从大包裹里抽出桃木剑，对着小公主猛地一拍。父王救我！小公主扭头就往城门方向逃跑。明月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冒牌货，他一手扛着大包裹，一手拿着桃木剑，追着小公主狂奔而去。快保护公主！你们几个快到皇城报告禁军！明月追到一半，便看见一道黑气飘过，他站在原地嗅了嗅，小肚子咕的一声。饿了。明月仔仔顺着黑气寻去，最终停在了一座府邸门前，赫然写着晋王府3个大字。晋王，爹爹。明月仔仔大喜，难怪这里黑气这么重，他的爹爹可是丰都大帝转世。他吸了吸黑气，觉得肚子好像更饿了。门外的侍卫看见他，温声哄道：小姑娘，这里是晋王府，快走吧。我知道呀，我就是来找晋王的。明月仔仔点了点头，抬脚就往里走。侍卫忙上前拦住他，明月仔仔却像小鱼儿一般，嗖的一下就从侍卫脚边溜了进去。爹爹，仔仔来救你啦！黑气最重的屋子，肯定就是他爹爹待的地方。砰的一声推开房门，床榻上俊朗的男子安静地躺在那里，他脸色苍白，脸颊消瘦，眼看着出气多进气少，人快要没了。爹爹！明月趴在爹爹怀里，心满意足地吸食着他身上的黑气。管事带着人闯入时，便是看见这副场景。王爷！管事差点整个人撅了过去，哪儿来的小妖怪，竟然吸食人气！快救王爷！我在救爹爹，你们太吵了！爹爹！明月麻溜地从他身上滑下去，乖巧地跪坐在一旁。爹爹！黄伯父，就是他打的云儿。身穿黄袍的男子抱着玄镜公主走进来，小公主恼火地指着床上的明月告状，屋内众人纷纷下跪。对。魏景浩本想来给小侄女撑腰，一进门便看见弟弟坐在床上。坐着，弟弟醒了。魏景浩大喜，直接将手里的东西扔下，快步走过去。
阿轩，你终于醒了，担心死皇兄了。弟弟终于醒来，皇帝陛下一把眼泪一把鼻涕，完全忘了身后摔疼的小公主，气死他了。皇兄，魏景轩想坐起来，明月又将人按了回去。不可以哦，爹爹要乖乖的休息，等身体好了才可以啊。爹爹，阿轩，你瞒着弟媳养外事了？皇兄胡说什么呀？弟弟此生除了月儿，不可能再有别的女子了。好好好，是皇兄的错。来人，快请太医过来。生怕弟弟被气坏，魏景浩急忙上前给他顺气。说罢，他又看向床边的小奶团子，只穿着破旧的小棉袄，小脸白净可爱，特别是那双如琉璃般清澈明亮的眸子，像极了去世的弟媳清月。你，皇伯父好，我叫明月。刁民，不许你叫皇伯父。云儿，皇伯父，就是他打的云儿，您不是要给云儿做主吗？是你先打人，月月只是教育不乖的孩子。我是公主，教训太怎么了？你这个刁民快下来，别弄脏了我父王的床榻。玄静一边说一边伸手去拽明月，明月却像泥鳅一般，呲溜一下便翻到床榻的最里面。爹爹，月月没有撒谎。刁民，不许你喊我父王，不许骂人。你不乖哦。皇伯父您看，这刁民又要打人了。你们都给朕安静些。阿福，把这两个孩子带到隔壁房等朕。小公主，不如跟奴才……狗奴才滚开！皇伯父，您说要给云儿做主，就是这样。放肆！魏景浩眸色一沉，周身帝王之气压得人喘不过气来，一屋子的人连忙跪下，就连玄静也白了一张小脸。皇伯父，云儿知错了。哇，皇伯父好威风啊！众人满额冷汗，大气都不敢出。这小孩到底是哪里来的，竟敢在陛下生气时开口，不要命了？魏景浩和魏景轩兄弟二人非但没有生气，甚至还打量起这个小孩。旁人许是没留意，但这兄弟二人心里却泛起了嘀咕，这个孩子长得实在太像靖王妃了。你为何要叫本王爹爹？你们认得我啦？我是仔仔呀。你为何说靖王是你的爹爹？靖王只有一个正妃，当年回家探亲遇险，意外产子，可这公主早已带回金陵，是朕身边的这位玄静公主。你又是何人生的？在朕的面前休要撒谎，你所说的一切，朕都会一一查核。我师父说，当年捡到我时，我身边只躺着一个死去的丫鬟，她身上有一个月字玉佩，所以才会给我取名为月呀。明月一口气说了一大段话，说完才喘上一口气，从怀里取出一个玉佩。魏景轩心中一惊，连忙拿过他手上的玉佩，温润的羊脂玉佩上面雕刻着一个月字，是他亲手为妻子清月雕刻的，是他们的定情信物。当年找回时，他身上没了玉佩，还以为意外丢失，却原来在他手里。你师父是？我师父是三清观老观主啊。三清观，这是江南很有名的道观。刚巧清月就是江南总督之女，当年就是回江南探亲才出的事。你是我的女儿？爹爹，您认出月月啦？啊，父王，我才是您的女儿呀！不，你不是。不是，这什么毛病？皇伯父，您说句话呀！魏景浩垂眸看着玄静，又看向乖巧的明月。说实话，他也觉得明月才是弟弟的亲生女儿。弟弟自幼聪慧，弟妹更是大家闺秀，可偏生玄静自幼刁蛮跋扈，文不行武不就，琴棋书画更是不堪入目。皇伯父，钦天监可说云儿是大晋的福星。钦天监说的是晋王之女。晋王之女是大晋的福星，那明月才是晋王的亲生女儿，岂不就是她才是福星喽？往日即便她再跋扈，她是大晋皇室唯一的子嗣，
谁都会让着他。如今突然跑出一个小乞丐，说他才是晋王的女儿，简直荒唐。恼怒地爬上床，伸手去拽明月。本公主要将你这个刁民五马分尸！放肆！这是本王的女儿，喜若。话还没说完，他便看见明月揪着玄镜的衣领，用力一甩。你不乖哦！看着女儿勇猛的样子，魏锦轩欣慰地笑了。这才是他的女儿，气度斐然，却不会显得嚣张跋扈。之前那个是什么玩意儿？魏锦轩身体不好，女儿2岁便养在皇后宫里，不到3岁便已经将刁民打死他这样的话放在嘴边，一直以来教而不善，文采方面更是一塌糊涂。皇后还时常说长大就好了。如果不是贴身丫鬟说皇后从未过分骄纵，魏锦轩都要怀疑是不是皇后故意养废自己的女儿了。如今看来根本不是皇后的错，这分明就是养错崽了吗？父王，如果您不打死这个刁民，我就死给你看！你先起来！我不，我要这个刁民死！够了，在朕面前如此放肆，成何体统？还记得你是个公主吗？明月从床上下来，四下看了一眼，将桌布扯了下来。你这个刁民想做什么？救命啊！父王救我！够了，别自豪了，看你这样子，哪有一点公主的样子？你不乖，吵着我爹爹休养了。你放开我，我求求你了！不行哦，不乖的孩子要受到惩罚哟。将人拖到隔壁房间，他抬起小短腿踹开房门，将玄镜扔了进去。你在这里反省一下。不要，这里好黑呀，放我出去。不可以哟。爹爹，月月已经教育他了，不会有人妨碍爹爹修养的。皇兄看呢，他的言行很像我的月儿。你放心，当年的事儿，皇兄定会重新彻查。林寻扒着门框，看见明黄色衣袍的男子背对着自己，立马猜到此人是皇帝。听见他们的对话，林寻聪明的脑袋瓜一转。哇，不得了，原来那尖嘴鸡是假冒的。姑父，靖王叔叔，这位大侠才是我的表妹吗？哎呦，我的小公子啊！寻儿，你怎么来了？林寻向来调皮，是林贵妃的侄子，也是淮安侯府最小的公子。说起来也确实是玄镜公主的表哥，但林寻脾气直，玄镜跋扈，两人见面就打架。可偏生玄镜是皇室唯一的公主，即便是林贵妃也对她礼让3分。是以林寻对玄镜很是不喜。魏景浩对淮安侯甚是倚重，因而对林寻的无礼也没有太在意。他只是叮嘱道：这事儿朕还需要查证，你不可对外胡言。姑父，依我看，她这么善良，而且还这么厉害，一看就是靖王叔叔的女儿，根本就不用查了。当然呀，我就是爹爹的女儿呀。当然，月月就是爹爹的女儿。来人，快去找几套新衣服来，替小公主沐浴更衣。哦，对了，再准备一些膳食，小公主方才教育人，肯定累着了。怎么，晋王的身体到底如何了？有话不妨直说。王爷的身体康健。康健？你昨日不是说晋王快不行了吗？你这是在诓朕！陛下恕罪，老臣也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？朕要你们这些太医做甚？皇伯母别气，他不知道，仔仔知道呀。小友莫要胡说，老夫从医50年，未曾见过比王爷更奇怪的症状了。这是朕的侄女，爱卿慎言。陛下恕罪，王爷恕罪，公主恕罪。老臣老眼昏花，没认出公主。老臣该死，老臣该死。哦，不知者不罪，来见过本王的亲生闺女。至于封号，皇兄，不如让礼部和青天剑好好想一想。
是要重新想一个封号，待查清楚了，届时朕会昭告天下。不过月月方才说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这是何意？因为爹爹是凡人之躯，承受不住阴气，所以才会昏迷的呀。哎呀，我就不该替他担心。听听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话呀！阴气？你是说有人对你爹行验圣之术？也不算，就是有人借命。验圣之术是利用生辰八字诅咒对方，可爹爹是被人借了命，如果他没有来，再过2日借命就会完成。届时他这个小冥帝来了也没用，爹爹就会一命呜呼，渡劫失败，再次进入新的轮回。哎呀，爹爹，离了月月你可怎么办呀？月月怎能会懂这些啊？月月从三清观而来，难道是在观里学的？不是呀，月月是小冥帝，是从地府来的呀。应该这么问，月月说你爹是被借命，你可有办法查出是谁做的？陛下这是病急乱投医了，怎么还能相信这么荒唐的说法啊？陛下，不如把太医院其他太医都请来，尽快的诊断出王爷的病情，万不能拖延了王爷的病情啊！哼，这太医院还有谁的能力在你之上啊？老臣兴许只是见闻不够，太医院有意游医之后，他的父亲见多识广，说不定能见过一些奇难杂症呢。不是哦，老伯伯，爹爹是被借命了，找大夫没用呢。爹爹，你身体一直这么差吗？倒也不是，3年前你姑姑就是3年前开始的。姑姑？明月歪着脑袋琢磨片刻，从床上跳下去。他这么一跳，可把魏景浩吓了一跳，这孩子怎的这就跳下去？只见他撅着小屁屁，扒开他的大袋子，不多时，他从袋子里扒出一个碗。等等，一个破碗？来，爹爹，放点血。不可，万万不可呀！王爷的身体现在虽然瞧着康健，但是病重多日，王爷的身体是很虚弱的。放血之后会让王爷的身体更加虚弱，万一……老伯伯，你好吵。爱卿若无别的事儿，就先出去吧。陛下，老臣请求陛下切勿轻信呐！本王相信我的女儿不会害我。来人，拿刀来。不用麻烦，爹爹伸手。魏锦轩听话的伸出手，只见明月一手拿着碗，一手抬到双目前，嘴里念念有词，空气中似是有什么东西浮动。只见明月用指尖划过魏锦轩的指尖，一阵刺痛过后，魏锦轩的指尖竟凭空被划破。魏锦轩等人大为震撼，一时间屏住呼吸，看着眼前的一幕，鲜血滴落在破碗之中，那个破旧的瓷碗顷刻间迸发出金光。天哪！金光散去，魏锦轩便看见金碗逐渐吸收了他的鲜血，紧接着金碗的碗底出现一个字东，随后便消失了，归于平静。金碗变回那个破旧的小碗，仿佛方才只是他们的错觉。这是月月，可是有什么问题？可恶，这破碗是怎么回事？表妹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法器，可他之前不是这样的。你爹爹的血肯定会显示借命的凶手，可他现在没有。哼，可恶！这东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窃命之人在东方。明月有些泄气，可这东有多远，谁又知道？老严跟他说，转世历劫不能带着法力和记忆，是以他爹爹失败了好多次。他一个2000岁的幼崽，替他爹爹掌管地府，可累坏了。老严劝他来人间救爹爹，可又要限制他的法力。他好不容易薅空老严的库房，谁知道这法器也随着他法力减弱，效果也大大减弱。哼，生气气！哼，我们月月这么厉害，一定有办法救爹爹的，对吧？当然，哼，不过是个破碗罢了。明月将破碗塞回大袋子，又继续撅着屁屁在袋子里掏东西。
最终他掏出2个黄布，在魏景轩的床边一前一后贴上。这是？这个可以切断借命阵法，东边只要有人突然陷入昏迷，定然就是借命之人。出鞘！远处阵法之中，一人猛地吐出一口黑血。师傅！唐木剑再回来时，剑端已经沾上了鲜血。饶是魏景浩这个皇帝，也对此事震惊不已。月月，是不是找到了？对的。可有难处？黄伯父，东边是哪边呢？明月苦大仇深地看着魏景浩。小明帝虽然已经2000岁了，但他还是一个幼崽，到现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。表妹你好笨呐，东边就是那边啊。这有什么好笑的？我才5岁，老爷说了，等我长大些就能分得清啦。就是啊，我们月月还小，等长大些，黄伯父替你找太傅。月月这么聪明，很快就能超过寻儿。月月，黄伯父问你，你爹爹还会不会有事儿？如果不找到那个借命的人，将命还回来，爹爹还是会数的。可东边突然昏迷的人是男是女？这个不好说，但他的生辰八字需要跟爹爹的吻合。黄伯父，你给我一点时间，等我吃饱了我再算一算。哎呀，小主子想必也饿了，陛下不如让奴才去准备膳食吧。去吧，多准备些容易刻画的。就按照晋王说的去办。要快点哦，月月一定能算出来的。你安心在这里陪你爹爹，黄伯父这就让人去查。黄伯父也会法术啊？黄伯父不懂法术，但黄伯父是这个大晋的皇帝，月月是我大晋的公主，就让黄伯父来教你如何利用权力去达到目的。但很快，魏景浩把禁军统领喊来，又把林巡和其他人赶了出去。知道晋王生辰的人不多，你现在立马去查，这些人最近谁行迹可疑？还有，从这里开始算，东边谁家有请医，特别是这3年里，谁病了，谁突然又好起来了，其生辰八字又与晋王一致，最近府上突然又秘密请医的，明日午时之前，务必全部查清，谁敢阻止，杀无赦。哦，臣遵旨。等禁军统领退出去后，魏景浩转头便落入一双亮晶晶的眸子里。哇，黄伯父好帅呀！果然，这才是朕的侄女儿。之前玄镜哪里会跟朕这般说话？只有清血缘才会有这样的感受吧？一定是。年轻的帝王高兴的咧嘴笑了。晋王殿下看着皇兄这副模样，有些不太高兴的将女儿搂进怀里。皇兄，这是臣弟鱼儿的女儿。这也是朕唯一的侄女吗？说来也怪，自从18年前太上皇失踪，大晋皇室无论是出嫁的公主，还是魏景浩这些小皇子，一直再无所出。魏景浩在母族的支持下，年幼登基，苦苦支撑着大晋朝。好不容易他长大了，广纳后宫。尴尬的是，不论皇后还是嫔妃宫女，一个都没有怀上的。以为是皇帝不行吧，找了多个太医，谁也查不出皇帝有什么问题。想到这里，魏景浩的脸色变冷了下去。哦，黄伯父，别生气啊，爹爹只是太在乎月月了，不是对黄伯父发脾气的。那怎么办？黄伯父也很在乎月月啊。亲了魏景浩一口，又亲了魏景轩一口，一人亲一下，都不白来哦。哼，哪来的小团子这么可爱啊？爹爹，月月是从地府来的。这时，要来照顾明月的宫女已到，禁军统领把人带进来，是2个10几岁的小宫女。奴婢夏荷见过陛下、王爷、小公主。这2个是你黄伯娘身边大宫女调教出来的。晋王府没有适合的侍女，暂时由他们2人照顾你。如果他们2人有什么不妥，你尽管说，我们再换，可好？其实月月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。月月是爹爹的女儿，身边得有人伺候。当初云，他的身边呢，可是成群结队的跟着人。啊，还有侍卫，待爹爹休息好了，亲自给你挑选。侍卫？
那我得自己挑。今天在城门那个不错，玄镜让人打我，他怕我说话，却被玄镜抽了一鞭子呢。什么？他让人打你？可打疼了？快让黄伯父看看！魏景浩没等魏锦轩动作，直接将人提溜起来。黄伯父莫急，月月可厉害了，他都没碰到我，我还打了他呢。这哪来的小公主，居然打了玄镜公主？玄镜公主已经够跋扈了，日后我们岂不是比伺候玄镜还要惨？两人将明月带下去梳洗，魏家兄弟瞬间变脸。皇兄，把月月调包的人绝对不能宽恕。当然，敢动我魏家血脉，死10000次都不为过。我回去就让人到三清观，若这观主与此事有关，我就拆了他。当然，若是无关，我从司库里拿银子，替他们祖师爷重塑金身。从晋王府出吧，毕竟是我的女儿。你这是什么话？你是我弟弟，她是我侄女，我出是应该的。两人突然就为谁出银子吵了起来。片刻后，兄弟二人对视一眼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当年父皇骤然失踪，满朝多少眼睛盯着，兄弟二人已经许久没有这般斗嘴了。当年若非我派你出京，弟妹她，是我对不住你们夫妻和月月。哥，我是大晋的王爷，保家卫国是我应该要做的事，月儿她也不会怪你的。你放心，既然知道有阴谋在，我会让暗卫亲去调查。至于云那个孩子，我会查清楚他的身份。虽说祸不及儿女，但他占了月月的身份5年，我不会再让他继续当这个公主的。如果与他无关，送走便是。否则，哥，他的身份先不要暴露，把人囚禁在我的秦王府吧。我醒了的消息也不要传出去，免得打草惊蛇。我明白，放心吧。哥，你不会又要哭吧？胡说，我是皇帝。走了，有消息告诉你。说罢，魏景浩耳尖红得滴血，匆匆离开了。谁会想到，朝堂上跺一脚能让朝臣抖3抖的皇帝，小时候竟是个小哭包。晋王府上下都被勒令闭嘴，而太医和林寻更是直接被扣在了晋王府。不给我回家，为什么呀？这臭小子，明明长得那么像林贵妃，怎的没学到半点礼仪？此事关系重大，你且安心在晋王府住下。你爹那边……太好了，不用回家。哎呀，我的个小祖宗啊，在皇帝面前你可长点心吧。你是不是又捣蛋了？过2日进宫，让你姑姑好好教训你。长这么大了，连点规矩都没有。嘿，姑父也知道时儿是个粗人嘛。粗人是这么用的吗？行了，月月会留在晋王府，她的身份你也知道，陪她玩几日，等事情办妥了，朕自会让你回家的。那不必，回不回家都行。姑父，这个梅花糕好好吃，时儿能拿去给月月表妹吃吗？原来她一下子吃这么多，是为了挑好吃的给明月。行，去吧。不过妹妹还小，不能让她吃太多，会积食，可明白？姑父放心吧，时儿知道。林寻恭敬地朝着皇帝行礼，这才拿着梅花糕兴冲冲地回后院去。表妹，时儿哥哥来了。表妹，是我，你的时儿表哥，我能进来吗？玄儿表哥。明月眨巴着眼睛，有些懵。刚才泡着温热的水，还有人给他按摩，舒服的差点睡了过去。现在人还没清醒。嘿，小公主实在太可爱了吧！小公主，外面是淮安侯府的小公子林寻，他的姑母是林贵妃娘娘。好啊，可以进来的。春梅瞧着他穿戴整齐，这才去开门。刚打开门，林寻便呲溜一下从他腋下跑进去。月月表妹快看，这是梅花糕，王府的厨娘做的最好的就是这个，你快来尝尝呀。好呀好呀。梅花糕的味道很好，不像闻着那么甜，也不粘嘴巴。明月吃的眼睛都亮了。是吧，我没介绍错吧？小公主，厨娘在煮着腌菜粥，糕点虽好吃，但不好刻画，不如奴婢先帮您收起来。也好，收好哦，等我晚点吃。他不放心地叮嘱着，眼睛快粘在梅花糕上了。夏荷忍不住笑，点了点头。表妹，你好厉害，居然打了那尖嘴鸡，你能不能教教我？打架是不好的，我只是教训他。那你教我怎么教训他好不好？
那也不行，你打不过他。胡说，我爹可是大将军。你一看就是喜欢招猫逗狗，大事做不成，但坏事也不会做的人。表妹好厉害，居然一眼就看穿了我。那别人欺负我怎么办？被人欺负，打不过就跑，回来喊我给你报仇。真的吗？当然，你是我表哥，就是自己人，自己人要罩着自己人。哇，表妹你真好，那你以后就要罩着哥哥哦。身边的春梅和夏荷都有些无语了，要妹妹保护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吗？他们小公主才多大，这林小公子平日不着调就算了，怎么还来祸害他们小公主？林寻眼珠子滴溜溜地转了转，把两个宫女支走，压低声音靠近明月。妹妹，哥哥有事想求你，可以吗？咋的啦？我有个兄弟，前段时间被尖嘴鸡害得掉水里了，到现在还在昏迷。妹妹，你能不能救救他？昏迷？什么时候呀？3天前。3天？莫不是与爹爹有关？这家伙看上去……我不会飞。嘿，这里。堂堂小明帝，你要我钻狗洞？明月瞪大眼睛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林寻撅着屁股，熟练地爬了出去。妹妹快点，不然要被发现了。明月看了眼四周，没人，呲溜一下跟着林寻爬了过去。走，跟我来。林寻带着明月穿街过巷，很快就来到太傅府门口。哟，林小公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今日怎么又来了？而且没带小厮，只带了一个小团子，而且还是不认识的小奶娃。小公子，你不会拐了哪家的小孩吧？胡说什么呢？这是我妹妹，我带她来看望阿琛的。今日不太方便呢，不如……有妖气！哥哥快走！此时东院内，明夫人江安如正焦急地站在一旁，看着人做法事。哎呀，夫人别担心，大师可是江南最有名的三清观道长，公子一定会没事的。妖怪咒！这小祖宗怎么来了？夫人小心，这哪来的小孩啊？快来人把人抓起来，莫要误了公子的法事。谁敢欺负我妹妹？林小公子，平日您怎么闹都行，但是今日事关我家公子的命，恕奴才得罪了。快来人啊，把林小公子请出去。嗨，你这没礼貌！江爷还没说话，你就叭叭个不停。我妹妹是来救阿琛的。林三，阿琛身体快不行了，大师说有妖物作祟，你莫要胡闹。妖物？妹妹，你怎么看？那妖物在此。你胡说什么呢？这是三清观的大师。远在金陵，谁会信明月一个小丫头？哼！明夫人，老道是专程过来替令公子驱邪，你这是何意？大师莫怪，这是我们家小公子的好友。林小公子，你要是害了我们家公子，淮安侯那边可说不过去啊。妹妹，胡说的是你，你这是在害人。老道也不跟这些小子置气，只是明夫人若信不过老道，那便无缘了。银子退还给夫人，我们走。他扭头看向小徒弟，小徒弟了然，立马开始收拾东西。江安如一听人家连银子都不要，定不是骗他的，急忙让奶嬷嬷上前阻挠。道长留步，这是我们家的不是，无愿再加100两，请道长务必救救我儿。来人，把林小公子和这位小小姐请出去。我在，你别想杀人。又是你这个小丫头！他的血是绿色的。天哪，妖怪是妖怪！快保护夫人啊！快保护公子！整个东院乱糟糟的，大师眼看事情败露，也不装了，他转身扑在小徒弟身上，一张嘴便咬了下去。啊！你不乖啊！他让他现形，但没有让他咬人呀。明月掐诀冲了过去，吓得林寻尖叫：“妹妹小心！”其他人一阵心惊，这个小团子这么冲上去，能抵得住那妖怪几口啊？他们已然想到小团子被撕碎的下场，
不曾想，小团子这么直愣愣冲上去，小桃木剑不偏不倚地刺在大师的屁股上。所有人都愣住了，包括大师。明月刺上去，却发现桃木剑刺不穿。可恶！你这妖怪，快现形！他生气地反复刺上去，就在第3下时，像是刺破了什么无形的墙壁，一道黑气从大师的屁股冒了出来。慢慢快跑！曹芳臭屁了！又是你，又是你！他猛地一甩，将明月的桃木剑甩飞出去。他明明记得自己将他活埋了，他为何又会出现在这里？还还我好事，拿命来！快去救人！好多黑气呢！大师惊恐地瞪大双眸，身体不受控制地啪叽一声摔在地上。怎么回事？我的高气为什么会越来越少？别怕哟，很快结束的，不会疼。院子里终于恢复平静，众人害怕地伸长脖子望去，哪里还有什么大师？地上趴着的分明是一只黑熊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夫人，快请大夫！别装了！明月走上前，用桃木剑戳了戳他，黑熊还是一动不动。还装？妹妹小心点！明月摇了摇头，示意林寻站在自己身后。他又戳了戳黑熊，见他还是装死，顿时拧着眉头。你不乖哦。妹妹，哥哥别怕，他现在伤不了人呢。我问你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他们请我来的嘛，我就是想吸点阳气修炼。人家请你来是来救人，不是害人。院外闹哄哄的，是明太傅明浩洋回来了。一进院子就看见一头黑熊站在院子里，立马大喊：快救人！不，明伯伯别怕，我妹妹已经收服他了。林寻，快过来，莫要靠近，快去报巡防军。就在明浩洋吩咐之时，他便看见那头黑熊突然跪下，那头黑熊竟跪在小团子面前。见鬼了，他们竟然从一头黑熊身上看见了毕恭毕敬4个字。你想跟着我也行吗？但你要乖哦。紧接着他们便看见小团子从袖子里拿出一道符，嘴里念念有词说着些什么，那道符便化作一道符光进入黑熊的脑子里。多谢小主子。黑熊化人形了！妹妹，他怎么？他以后就是我的奴才啦。我让他将功补过，所以赐福让他能够维持人形。妖怪也能？世间万物皆有灵，他只要不作恶，修炼当然没问题啦。多谢小道长。我不是道长呀。明浩洋有些惊讶，又是符又是桃木剑，还能收服熊妖，竟不是道士。明伯伯，她是我妹妹。妹妹？淮安侯府何时有小小姐了？林寻突然想起魏景浩的话，心虚的躲在明月身后。明月想起黄伯父说保密的话，又打量着眼前人的面相。是个好人。哥哥，不是要救人？对，明伯伯，我妹妹特别厉害，我专门请她来救阿琛的。阿琛他杨院判来看过，说让准备身后事。院判他不行呐。哼，我比较行。小姑娘，杨院判乃大晋太医院医术最好的太医，你缘何这般说啊？医术？那我不晓得，但里面的人大概不是生病。明浩洋蹙着眉看向身后乱糟糟的神态，想来这就是自家夫人请大师来做法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好让自己镇定下来。我儿已昏迷3日，满城的大夫都来看过，谁也看不出所以然来。你都没见他一面，缘何得知他不是生病？我不是用眼睛看的，你们这院子被妖气和黑气环绕，住在这里的人定会受不住的。昏迷3天，应该差不多。到地府报到了。小大师，我儿就拜托你了。
厉害的表妹，我来啦！而此时，明月来到床边，看着被黑气环绕的床榻，下意识低头看着自己鼓鼓的肚子。表妹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太饱了！啊，你不是才吃了一点糕点吗？阿琛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只见明玉琛躺在那里，往日俊秀的脸如同枯槁，不说还以为是哪个行将就木的老人，谁会想到这竟然是个7、8岁的小少年。妹，快救救我兄弟啊！他是个很好的人。明月视死如归地爬到床上，只是腿有点短，只能扒拉着明玉琛艰难地爬上去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将明玉琛身上的黑气全数吸了进去。哎呀，吃不下呢，真的吃不下呢。呀，阿琛的脸又变好看了。明伯伯，快看，阿琛好了。多谢小大师，如此是否已经可以了？我太饱了，你等我歇一下。哎呀，小大师辛苦了。又等了一会儿，几乎要长蘑菇的明月终于动了。他从袖子里取出黄符，贴在明玉琛的额头上，嘴里念念有词，小短手在虚空中比划着。阿琛，阿琛！好吵啊！阿琛，谁在叫我？别理他，睁开眼。他缓缓睁开双眼，眼前不知贴了张什么东西，缝隙中一双透亮如琉璃的眸子正好奇地打量着自己。小明，哎呀，喘不上气。哎呀妈，我太重了。阿琛，你终于醒了。阿琛，我的儿，你感觉怎么样了？你放心，小明没事的。着火了！没事的，那是地狱鬼火，不烫的。啊，地什么狱？鬼什么火？我昏迷的这些日子，到底发生了何事啊？小明，你怎么来啦？是你救了我。是啊，我又救了你了。妹妹，你怎么知道阿琛的小名叫小明啊？他就是小明啊。妹妹，阿琛今年9岁，比我和你都大，你应该叫阿琛哥哥。阿轩，你再急，我就要没气了。抱歉啊。没关系。哎，这是你哪个妹妹啊？林寻心虚地看向明浩洋，姑父说妹妹的身份不能说出去，看出他的为难，明玉琛善解人意地笑道：没关系，你妹妹怎么称呼啊？小明，我是月月呀。明月打量着缩小版的明玉琛，突然恍然大悟，看来小明是喝了孟婆婆的茶，那小明岂不是变得很弱了？难怪你变得跟爹爹一样，差点就数了。没关系的，我会罩着你的。好，那就有劳月月了。小大师，我儿这种情况可是好了？没有哦，害他的人得救出来，不然他还是会出事的。你最近有去晋王府吗？没有。那就奇怪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有了，你把昏迷前做了什么都告诉我。那时我在太学觉得不舒服，便告假先行回家，还没到家门口就在马车上晕了过去。在太学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吗？如果硬要说，有个人借了我的墨砚，这个算吗？你收了他什么东西吗？他说他娘到城外护国寺求了平安符，多谢我借墨砚送给我，希望我能平安顺遂。因这不是什么贵重物品，他与我又关系特殊，众目睽睽之下不便推脱，便接了。关系特殊？他这个小儿子平日里一副温润如玉、芝兰玉树的做派，事实上也只有自家人知道，他是个十足的小狐狸，心眼小，还喜欢给别人挖坑。他能有什么关系特殊不得不收的人？三哥，啊，你们家那个庶子？嗨，这些话怎么能当着要面子的明太傅说呢？庶子是什么？妹妹啊，咱这就别问了。
是我爹妾室的儿子。啊，伯伯有2个老婆，哇，真厉害！阿琛，那个福现在在哪里？儿子在马车上已经昏迷，父亲得问小五。明浩洋立马把小五喊进来。小五看着老爷难看的脸色，颤颤巍巍地把书拿来。明月一看书上黑气环绕，连忙喊道：“别碰，放下！”小五瞬间举起双手，书本掉在地上，把平安符摔了出来。明月捡起来，动作利索地拆开平安符，里面竟然包着碎发以及一些烟灰。地狱鬼火瞬间将平安符烧毁。小大师，这可就好了。带我去见庶子吧。哦，这边请。明浩洋叮嘱人照顾儿子，自己则是带着明月离开。林寻跟了2步，又回头看明玉琛：“去吧。”你放心，如果真是他害你，我替你报仇。我不想让父亲为难。打人的是淮安侯府的人，明伯伯为难什么？大不了让我爹来谢罪。放心，我去就回，又不是我第一次被我爹揍。此时，明瑞辰的房间里用来交换的墨砚砰的一声，瞬间裂开。怎么突然就裂开了呢？公子，老爷来了。明瑞辰，不知父亲找孩儿所谓何事？你的声音都在发抖，就别装了。林寻，这就是你淮安侯府的家教吗？明浩洋看着他眼里一闪而过的恨意，不由得一愣。这个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起来！明浩洋脸色难看，大步上前一把将他拽了起来。父亲身为当朝太傅，平日从未如此粗暴。明瑞辰一个没留神，身后的墨砚便露了出来。看着裂开的墨砚，明浩洋突然想起明月烧掉的平安符。真的是你？你为何要害你弟弟？父亲此话何意？孩儿何时害过弟弟？你还狡辩！你送给阿琛的平安符里有碎发和烟灰，大师都说了，那是害人的东西。父亲，平安符是姨娘亲自去护国寺求来的，即便父亲不喜欢柳姨娘，也切莫将此等大逆不道的罪名扣在姨娘头上啊！居然在你爹爹面前撒谎，你不乖哦。你又是……哇，所以就这样了还不承认，死鸭子嘴硬。他只念叨了2句，墨砚便剧烈抖动起来。下一刻，砰的一声，整块墨砚顿时碎成了渣渣。明瑞辰感觉有些什么东西从他的身体里离开，他不由得心惊，不可置信地看向明月。不用看啦，你从小明那里偷来的气运，我都还回去了。气运？就是他偷了阿琛的气运，所以阿琛才会昏迷的。本来呢，被偷了气运的人只会变得倒霉，但是那个符被人动了手脚，那人要杀了小明。杀人？你给为父说实话，这符到底怎么来的？爹，我冤枉啊！我没有想害死弟弟，真的，您相信我。这符是柳姨娘求的，是不是她把符给你，让你跟阿琛换，想取阿琛的性命啊？来人，把3公子带回房间去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接近。门外2名侍卫进来，直接将明瑞辰架了起来。明瑞辰这才抬头看向父亲，冷漠的侧脸，决绝的神色，他是认真的。爹，娘一定是被人骗了，爹，娘不是那样的人。爹本就讨厌柳姨娘，若知道是他做的，一定会将他休弃的。侍卫将人架了出去，明瑞辰只能哭着嘶吼：爹，她是我的亲生娘亲，您看在儿子的份上，饶了她吧，我求求您了，爹。少年撕心裂肺的声音在冥府回荡着，隐约传到东院。明玉琛冷漠地听着他的惨叫声，不动声色地低头喝粥。明夫人江安如刚醒就听说儿子醒了，在奶嬷嬷的搀扶下，跌跌撞撞走进明玉琛的房间。江安如双眼红肿，看着儿子心酸不已。阿琛，娘，我没事。他们说是那个小大师救了你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月月说有人要害儿子，具体什么情况没说，但他已经去把人揪出来，儿子会没事的。有人要害你？谁？江安如心中一凝，耳边传来明瑞辰的惨叫声。是他？竟然是那个小贱人！儿子，你先休息，娘去就回。你要做什么？你好脏啊！老爷，
即便是妾身当年做了错事，您也不能如此侮辱妾身啊！妾身不想活了。瑞雪，去拿把刀来给柳姨娘。就在他愣怔时，明月伸手在他头上薅了一把头发。啊！您做什么？柳絮烟转头怒骂，却惊恐地发现他的头发在小团子手中燃烧了起来，发丝冒出黑烟。一开始黑烟像是毫无头绪的胡乱飘，紧接着几缕黑烟拧成绳，朝着同一个方向飘去，是他的房间。柳絮烟神色僵硬，眼里的惊慌早已溢出。妹妹，是这里对不对？哥哥小心！你们做什么？没教养的小贱人，快出去！拦住他！林浩洋一声令下，侍卫立马上前将他拦在外面。直到里面传来动静，两个孩子拖着一个木匣子走出来。你们做什么？那是我的嫁妆！不能撒谎哦，这里面肯定不是嫁妆。说实话，我就饶了你。刘旭烟，我给你一次机会，这东西哪儿来的？你应该还想瑞辰在明家长大吧？东西是护国寺的和尚给的。护国寺？不能吧？江安如看着小大师，低声嘟囔：“这小大师可说了，里面不是好东西，护国寺居然还卖害人的东西。”我没见过那个和尚，他就问我是不是想儿子能金榜题名，然后用20两卖给我了。是假和尚？不知道。哇，爷爷，你真厉害！说哭就哭，说不哭就不哭。柳絮烟看着他崇拜的眼神，一时间竟不知他到底是讽刺自己，还是真的在夸自己。他别过脸，微微垂头，露出脆弱的脖颈。明大人，当初明父设计怀孕是明父的错，但小臣是您的亲生儿子啊！求您看在这个份上，把他留在明府，只要给口饭吃，明父愿意一人承担所有的罪责。你错啦，天道是公平的，平安符里的东西会害人性命，他拿走了小明的契约，惩罚就会落在他的头上，不是你一句承担就能承担的。可他什么都不知道啊！天道可不会管这些，因果循环，他成了因就要受这个恶果，你也一样哦。不可以，小大师，你一定有办法的，对吧？你救救我儿子吧！你要我的命，对不对？拿去，都拿去！求求你，求求你了！咦，你真奇怪，我要你的命做什么？你说让他要你性命是何意？难道那假和尚给你平安符还有别的条件？你要把性命给他？他说平安符滴了我儿的血，写了对方的八字，只要对方愿意交换礼物以后，对方的气运就会转到我儿身上，让我儿得偿所愿。20两是买平安符的银子，而交换气运则是要我的命来换。你是不是疯了？这世间哪有什么以命交易的事情？那分明就是邪术。若非如此，明大人又怎会看我儿一眼？我虽对你不满，但对阿晨我问心无愧。我最后问你一次，那个假和尚是谁？我不知道，反正见过3次，都是在护国寺。嘴硬没关系的，我来看看。明月取出一道符，地狱鬼火引燃符转，黑烟顺着柳絮烟的鼻尖进入他的体内。下一刻，柳絮烟便不受控制的开口：“他让我事成之后，每隔1个月就到护国寺去找他。上次我还看见承恩伯夫人去找他，我怎么就这么说出来了？难道是承恩伯夫人？咦，你认识？他的儿子和我大儿子是同窗，去年春闱，他以为自己儿子会拿3甲，嘲讽我儿身为太傅之子未能拔得头筹。后来接榜，我儿入了3甲，后来殿试还被殿下钦点为探花。他儿子不仅落榜，前些日子据说还得了重病，我们2家关系也有些僵了。重病？对，听说这2日好些了，都能下床了。承恩伯夫人还到护国寺还愿。他家可是在晋王府的东边。是，就在东边过2条街。好呀，原来是这个坏蛋。哥哥，带路。啊，去哪儿？
去找什么伯夫人算账。好，跟我来。孩子反应太快，明浩洋完全没跟上。但程文博不是什么无名小卒，担心两个孩子闹出事，他立马跟上。你们两个看着点人，不能让他出事，等老夫回来处置。你们可真行啊！我病了一段时间，晋王府守卫竟松懈到这种地步了。殿下莫气，小心身体呀！本王的女儿不见了，你要本王如何不气？替本王更衣。殿下不可呀，殿下的身体刚恢复。闭嘴！本王连自己的女儿都保护不了，还当什么王爷？更衣！魏锦轩厉声呵斥，奴仆们无一敢不从，连忙起来伺候。阿平，你现在立马带一队人出去寻找，另外派人进宫告诉皇兄，本王要调巡城郡。是，属下这就去。你是何人？来人啊！救命啊！一群废物，连个孩子都拦不住，还不赶紧把人拖出去！是。明月转身跳到桌子上，通过桌子的高度，轻松看见床上的人，是个20岁上下的青年，脸黑得跟乌鸡似的。他没救啦！把他给我拖出去！拖出去！乱给我打死！谁敢？谁？让开！本少爷要进去！我可你谁敢欺负我妹妹？林寻，你来这里做甚？这里是陈恩伯府，不是你可以撒野的地方！你给我滚出去！把我爹爹的命还回来！拦住他！可人只能拦住人。桃木剑上一道红光闪过，直指床榻上的人。云儿！程恩伯夫人心头一跳，跟着那道红光转头，便看见儿子在床上疯狂抽搐。他扑在儿子身上，死死压住他。只见红光注入杜云的眉心，紧接着他浑身一僵，瞪大了双眸。云儿，你醒了！程恩伯夫人心中大喜，下一刻却见杜云翻起了白眼，他无声地张大嘴，黑气从他嘴里往外冒，他脸上的黑气也在逐渐散去。就在程恩伯夫人以为儿子这是要好了，杜云却吐出最后一口黑气，随即整个人一软，彻底没了声息。云儿，儿子，快来人啊！这大夫！不用啦，他已经数掉啦。你胡说！我儿子怎么会死？来人啊！还不快把人给我拖出去，乱给我打死！我看谁敢！是你带这个小贱人过来害死我儿子的！他伸长手试图扑上前去，林浩洋身后的人连忙上前拦住。你这是做什么？你们家伯爷呢？不得找老爷！小恩人，这……他儿子早在半年前就应该没命了，他强行用邪术给他儿子续命，后来不再满足于续命，便利用邪术借命，试图谋害我爹爹。我现在不过是把命还回去罢了。哼！杜夫人，程恩伯可知道此事？不可以告诉老爷，不可以！云儿，你快起来呀！娘带你去护国寺。他急忙上前去拽儿子，但杜云是个成年男子，他一个后宅妇人，哪里有力气将他弄起来？咚的一声，杜云重新跌回床上。林浩洋见状，低声吩咐伯府侍卫：“快去把你们伯爷请回来，去请太院的李太医过来，他最擅长看癔症。”癔症？这里有老夫看着，你们赶紧去，伯府得有人主持大局。都是你害的我儿子，你把我儿子命还回来！杜夫人节哀！都是你去死吧！他双目猩红，形如恶鬼，双手挠向明浩洋。明月一把拽着明浩洋，扑上去猛地用力，一脚将他踹飞。夫人！侍女们连忙上前，明浩洋大吃一惊，下意识接住明月。你小恩人，你这是……妹妹好厉害啊！程恩伯就在此时赶到，看着一地狼藉，又看着自家夫人躺在地上，
脸色一沉。明王大人这是何意？私闯我伯府，还带人打伤我的夫人，你明家还有没有王法了？伯爷，你……老爷，他们杀了我的云儿！哼，你怎么还撒谎呢？死了！程恩伯脸色大变，一把推开明浩洋走进去，只见杜云已经躺在床榻上，早已没了呼吸。他猛地揪住明浩洋的衣领。明浩洋，我虽与你政见相左，你大可冲我来，缘何要杀我儿？杜家，你冷静点，老夫来时杜云早已殒命，有什么等李太医来了再说。等？我儿死了，你让我等什么太医？明浩洋，我不过在昨日早朝参了你一本，你竟如此报复，我要上告陛下，让陛下替我杜家做主。不关明伯伯的事，是我取你儿子性命。杜家，你家夫人使用邪术之事，你可知晓？什么邪术？你不要杀了人就乱扯邪术。这人是你带来的吧？他亲口承认杀了我。你别冤枉人哦！我说的是取他性命，我可没有杀他。来人，把这个丫头给我绑起来，老夫要亲自带这个杀人凶手去见陛下。杜家，你夫人用邪术借命，如今不过是把命还回去，你莫要再冤枉人。你问问府里的侍女，杜云死时都有谁碰过她？什么借命？什么邪术？无稽之谈！你们说，当时都有谁在？杜家视线一一扫过眼前的人，侍女侍卫不约而同地低下头，谁也没敢回答他的话。你看，明大人，没人看见，除了我家夫人。哇，你好坏啊！杜家冷笑着后退几步，骤然变脸哭喊：哼，明大人，老夫与你斗争，你针对老夫便是，缘何要害我儿？我可怜的君儿啊！明浩洋还是头一回见如此无赖的人，话到了嘴边说不出来，反倒憋红了脸。紧接着便看见他让人请来的李太医走进院子，脸上满是惊诧的神色。得了，被误会了。明大人，这……李太医，快救救我云儿！李伯伯，快看陈恩伯，他可能疯了，他儿子病重，张嘴就说是我杀了他儿子。我一个小孩能做得了什么？李伯伯，快看看，他们是不是疯了？云勋，我要杀了你！快按住他，莫要让他伤人了。快，我替夫人行针。快去帮李太医控制住伯爷和伯爷夫人，莫要让他们失心疯伤了人。是。李太医，你却和明浩洋狼狈为奸，要杀我一家，快来人，给我拿下他们！陈恩伯是武将世袭的爵位，杜家不会武，但武将养的侍卫自然也比明家这种文人世家更强。小明月拎着桃木剑跳出去，挡在林寻面前。撒谎的不是好孩子，你不乖哦。这小屁孩在说什么？给我上！妖怪，有妖怪啊！什么妖怪？月月是小明帝，可不是什么低等妖怪。救命啊！杜家扯着嗓子喊救命。林寻嘿嘿笑着跑上去，将擦手的脏手帕掏出来，一把塞进他嘴里。你太吵了，对吧，妹妹？哥哥说的对，众人都被刚才的场景吓懵了。程恩伯夫人竟在此时悄然靠近明月，来到明月身后，他猛地抱起：“我要杀了你！”我的侄女，谁敢动朕的侄女？皇上驾到！参见陛下！谁敢动？魏景浩看着地上扭成曲的程恩伯和程恩伯夫人，话到嘴边都噎住了。这什么情况？明月站在侍卫中间，无辜地眨巴着眼睛，一众侍卫却被揍得鼻青脸肿，一个比一个惨。月月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呀。有谁来告诉朕，到底发生何事了？杜家在地上扭成曲，试图引起皇帝陛下的注意。苦主在这里呀，陛下。魏景浩却看向明浩洋。明亲家，你说。皇伯父，月月知道。哦，那月月说给皇伯父听呀。那个一息了假和尚，
偷了爹爹的命，月月把他偷来的命还了回去，他命数一尽就数了。但这个伯伯撒谎，骗人说是我们杀了那个小偷，要打死我们了。说罢，小明月抱着魏景浩的脖子，小人抖成筛子。哼，月月好害怕呀，幸亏黄伯父来得快。岂有此理！程文博，你竟敢颠倒黑白，竟还谋害皇室！来人，将程文博一家打入天牢，褫夺爵位，听候发落。陛下，请我听信谗言啊！陛下，杜家从开国便追随太祖，皆是满门忠烈呀！陛下。哼，杜家满门忠烈，竟出了你这么个祸害，你该当何罪？陛下，仅凭这黄毛丫头一言就将臣定罪，臣冤枉啊！魏景浩一听更气了，抬脚上前，一脚踹在杜家胸口处。来人，杜家辱骂公主，拖出去杖责50，给一阵狠狠的打。福公公吓得不轻，急忙让人上去将杜家拖出去。杜家都被踹懵了，到底哪里来的公主？他何时辱骂玄静公主了？还是说陛下抱着的是公主？哪儿冒出来这么大的公主啊？杜家刚想辩驳，福公公眼疾手快，又将他的嘴堵住。不想死就少说2句吧。陛下，臣斗胆。这位是明伯伯，月月是晋王的亲生女儿呀。晋王？那陛下，这到底发生了何事？此事有点复杂，朕今日召集各重臣，便是想说此事。许是旨意到时，明清已经出门了。你偷跑出来，知不知道吓坏你爹爹了？呀，那爹爹没事吧？没事，快被你吓死了。爹爹，皇兄，这是臣弟的女儿。哎，这不是看阿轩你身体不好吗？皇兄啊，先替你抱着。皇兄，你想抱女儿就自己生吧，把臣弟的女儿还回来。满院子的人吓得跪了下去，公然讽刺陛下至今无子嗣，晋王这是不要命了。没想到魏景浩也没有生气，只是乐呵呵地抱着明月离开。哈哈，朕就是喜欢我们月月，对吧？皇兄。魏景轩有些气恼，却又无可奈何，追了2步，他便捂住胸口倒了下去。晋王殿下！阿轩，你没事吧？魏景浩连忙折返，蹲下刚将明月放下，方才还脸色煞白的晋王殿下突然起身，将明月捞了起来。多谢皇兄，月月，我们回府。爹爹，你刚醒，不能这么不听话哟。好，爹爹都听你的，回府休息。不行哦，月月要去抓假和尚。假和尚？禀王爷，小公主所言是杜家夫人在护国寺遇到的假和尚，使用邪术盗人性命。臣的儿子也是这般才会陷入昏迷。小公主捣毁此人的阴谋，此番定是前去护国寺一探究竟。对，一探究竟。好，爹爹陪你去。不行哦，爹爹说过要听话的。爹爹乖乖回家，等月儿抓了假和尚，给爹爹取回气运。对，阿轩，你听话回去，朕带着月月去就行了。说罢，魏景浩从弟弟手里抢回明月崽崽。魏景轩幽怨地看着自家皇兄。皇兄，那是臣弟的女儿。哎呀，朕知道，又不是不还你。阿福，快送晋王回府。魏景浩举起小侄女，大步向前。走喽，皇伯父带你去抓坏蛋。皇帝陛下脚下生风，迅速离开承恩伯府。晋王殿下只能哀怨地看着兄长离开的背影。夫妇等等时儿。王爷放心，陛下会照顾好小公主的。为了不让小公主担心，王爷还是跟老奴先行回府，让太医好生照看吧。本王被陛下气得胸口疼，传不撵吧。来人，传不撵。等不撵时，李太医还是尽职尽责地替晋王殿下号脉。李太医手一抖，前几日院判说晋王快死了，今日怎的突然醒了？脉搏还如此强。殿下身体只是有些虚弱，好生调理一些时日，定能恢复无虞。